我和他经历了一些波折才走到一起，现在我和他在一起，我感到很幸福。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对我还挺好的，慢慢的他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他真的是一个特别计较的男的，我跟他在一起觉得特别的累。在生活中，他总爱抱怨我一些做事的方法，但是我觉得那都是我对生活的一种严谨的态度，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错。不管什么小事，他总要记下来，反复的跟我说，就算吵到后面也要把前面的事情翻出来说，我真的特别烦。如果他继续再这样，我只能跟他分手了。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斤斤计较还是喋喋不休因为描述的时候好像是说把小事儿也翻出来，那是喋喋不休。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是哪一个词，大概我们感觉到了，在这段情感当中，女生对男生的一些细腻的东西是不太能接受的。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张22岁，来自湖北，是一名网络推广员；女主人公小陈同样22岁，来自湖南，是一名职员。来，有请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愿意。愿意。相恋多久了？从刚开始到现在大概2年多了。谁追的谁啊？我追的他吧，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是准备追他那个好朋友的，然后完了就是他帮我牵线搭桥嘛，后来慢慢的觉得他比较适合我，然后产生了好感，就在一起了。大概多久你就从红娘变成了他的女朋友呢？半年多吧。这不是挺好的吗？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啊？其实一直都还蛮不错的，但是最近他总爱抱怨我，他抱怨我。不是我爱抱怨他，是他自己做的有的事做得太过分了。我哪里过分了？你还不过分。前阵子我爸住院嘛，然后那时候我工作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下不是没工作吗？你就帮我照顾一下我爸。结果他还不愿意。哎，我不是跟你说了我没时间吗？那段时间。你是没时间吗？你没工作啊？你照顾一下他怎么了？那段时间我刚好也在找工作，我找工作我你可以一边找工作一边照顾我爸呀。你还不能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你妈吗？这不是他的理由，主持人，你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吗？他这么说的：万一咱们俩以后没成婚没有结的话，我现在给你照顾你爸，我就吃大亏了。你说他这是男朋友该说的话吗？不是，其实我也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不是那个意思，你就是这么原话跟我说的，我没冤枉你吧？我也确实没有那个责任义务照顾你爸，对不对？你是我男朋友，我们家出了一点状况，你帮我照顾一下我爸爸，很难吗？你爸妈过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妈怎么过分啊？我那第一次去他们家，结果刚上饭桌，他爸妈就开始问我，你家里人干什么的呀？你爸妈干什么的呀？然后你现在有没有工作？你工资多少？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我觉得真的不合适。那谁家嫁女儿不这样子啊？那我爸妈还不关心我，所以才问你的情况啊。第一次去就问这个问题，你不觉得你爸妈有点势利了吗？这就势利了。哎，谁家女婿到家里来不这问东问西的？那我以后还嫁你们家，他不了解你情况。住院了，你去照顾一下吧。你怎么这样？不是，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时间，因为我那段时间刚好。你下班去看过吗？他没工作，他那时候。没工作你不去看一下？这个事儿确实是你做的不对啊，我们先把这个事儿放在这儿。在我的资料卡里面写着说，你男朋友特别心细是吧？那不叫心细，那他叫计较，小心眼。他什么事都计较，我怎么跟你计较？你什么事都和我计较好吗？他有一个专门记录的小本，他不是像写日记那样的，他就是说，比方说今天和谁在一起做了什么事，就对方做了什么事，他全都要记下来。我跟他一起出去吃个饭什么的，花了多少钱，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给我买了什么东西，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好。编导说他们做了一个整理，我们简单的看一看这个记录本，我也挺好奇的啊。哇，今天去他家买了牛奶、樱桃、香蕉、蜂蜜、核桃粉、酒、茶叶，花3480元。花了480元啊！我还以为3480元，好紧张啊！你看他后面写的什么？说我父母势利，还说以后少往来。这本儿你怎么会落到他手里了呢？因为我记这本子其实初衷就是为了记录我跟他的感情经历，因为他特矫情，你知道吗？是我矫情还是你矫情啊？因为我有时候什么都为他做了，他就非要说我没做，然后明明是他错了，他要说我错了。我其实记这个东西真的只是一个习惯问题，而且他总爱就抢这个本子去看，然后就说我跟他计较。那你还不是和我计较啊？那你上面还写我就去买了就4样东西，那你知不知道我光买一个按摩器就花了600-700？你怎么没看到写那本上还说我抠，像个男的吗？给他妈妈花200
哦，充200块钱的话费是吧？这是谁呀？暑假的时候，因为他们家在外面旅游不方便，我给他和他妈一人充了100块钱话费。啊，这催还钱是催谁呀？催我。你催你女朋友给你还钱？我那时候不是出去旅游忘了吗？啊。然后放假回来，这事就忘了，就200块钱的事，谁还放心上啊？结果他闷在心里1个多月，我又不是不还你。都1个月了还不还钱，今天终于还我钱了，200块钱1个多月才还，这你写的哥们儿？我知道还有，来说说吧，一件一件说啊。Swatch 手表是1200，贵是吧？是你买的？那时候就是为了给他，因为他生日说想要惊喜嘛，就是为了给他生日一个惊喜，然后就省吃俭用，然后就给他生日买了一块手表。啊，你就这事还好意思写呢？那你怎么不说？那你怎么不说？你从头到脚的衣服都是我给你买的呢？衣服、裤子、鞋都是我给你买的，你怎么没看见网上写啊？不，圣诞节的手套是吧？生日送花、巧克力。准备1周年纪念日裙子，你都写呀？因为他不仅这写，就吃饭，比如说我们俩吃个饭，就今天你请一顿，明天我请一顿，如果我少请了一顿，他也要写在本子上。真的假的？你约我吃饭你还迟到，说你2句你还冲我喊，真是大小姐脾气。喝不了还喝这么多，醉了还乱吐，拿着追别人打，真丢人。这都什么事儿？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你。竟然跟那个男的勾搭在一起，为什么不考虑我的感受？那个是去年圣诞节吧，他要我去他同学聚会，然后他就喝酒，甭提他多丢人了，喝醉了。他自己把鞋脱了往人脸上拍，然后我还去给别人道歉。那同学聚会喝大了不都这样吗？还开心啊？你好意思说吗？你个女孩子，你注意点成吗？那私下里你跟我说，你没有必要把这种事写本子上。他还把这给我妈看。你为什么还给他妈妈看呢？他特别爱喝酒啊。我跟他说了1次2次，他从来不听我的。我只有跟他妈妈说，才能让他妈妈去讲他。然后那你跟我妈说就算了，你没有必要把这给你朋友看吧？我是你女朋友哎，你都不顾及上我的面子。我想让你改呀，你这毛病你一直不改怎么办呢？我改，你不知道换一种方式让我改啊？你就这样让我出丑的是吧？哎，我看后面内容还挺奇怪的，这就出现了3个人是吧？帮人值班还有见证人，然后开会还有谁没带资料去？你这是写的谁啊？我这是他写的他同事。你这本子不是说记录你们俩爱情见证的吗？这本子根本不是好吗？还有同事。他谁的都写。反正他心眼小着呢。什么叫我心眼小？你知不知道你上份工作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的性格丢的？你看他值个班，他还要让人给他签个字。哎，我值个班我让人签字。他有一个同事嘛，你看他上面写着，就是因为那个人迟到，所以推迟了。哎，这有理有据的，挺好的呀，我觉得。但是别人都说吃亏是福，你知不知道？在你身上怎么一点都不能体现呢？怎么叫不能吃亏了？这个。反正你就是不能让别人占你一点便宜。兄弟，这都是你干的？不是，这是我记的啊，都是你记的啊。那你觉得2年多来这个小本本里面记得最多的是什么呀？我记得最多的就是他对我的意见就在这儿呢。啊，我记得最多的就是他的大小姐脾气，你知道吗？我又大小姐脾气，我又怎么大小姐脾气了？我请问你，我们俩就吃个饭都能吵上无数回。上次我生病不舒服，我就想吃自己想吃的，这又怎么了？啊，到他那本上写的，今天他又大小姐脾气了，今天他又怎么了？就全部都写我怎么了？不无理取闹吗你？就连吃个麻辣香锅他都要怪我。那店又不是我开的，他提前关门能怨我吗？然后他把这事责任也推我身上，气死我了！你说别人吃饭不打个电话预定啊？哎，就吃麻辣香锅那种地方还需要预定啊？又不是什么特高级的地方。你说耽误了大半天时间，还搞得不欢而散，你说你还有理找我麻烦吗？他对我这样就算了，他居然还埋怨我家人，我特受不了他这样。你说我第一次去你们家就问这问那的合适吗？我心里能好受吗？怎么不合适了？你说不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年纪吗？那你就是没有心思和我结婚了。你这什么意思啊？这才……来，不吵啊！今天谁要来的？我们一起要来的。你们一起要来干嘛呀？我要说分手。那你呢？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这个习惯还没什么不好。不是，你今天为什么来？我想让他改掉他的公主毛病。你觉得你对他好吗？我对他好啊。你那本里记录的是不是全是对他好的那些东西？也不全是吧，反正都。那你有写对我不好吗？这是对你好啊，那我对你的好你怎么没写呢？你对我好，我记在心里了呀。那你说2条。
你记在心里了，你说两个。那时候我生日嘛，我生日他那时候送我了一部手机。那时候因为我手机刚好摔坏了，然后他送我，我知道他省吃俭用的，我也很感动。那手机多少钱啊？2、3千块钱吧。到底多少钱？3000多。3000几？你不都记在心里了吗？记得不是。对呀，你都记在心里了吗？对不对？这毛病我跟他说了无数回了，他就是不改，而且他什么事都计较。为什么写在本子上？就是为了方便以后知道，哎，我对你做了什么什么好，我要告诉你，你对我怎么不好，我还有理有据的可以翻给你看。明白了，明白了。怎么着？能把那本烧了吗？没有，我觉得这真的只是一种习惯啊，好，没有其他很严重的问题。你这种记这种东西记了多久了？几年吧。就你们俩在一起就记，还是认识他之前就记？认识他之前就开始记了。哦，你真爱记日记是吧？没有啊。这不叫日记，这叫记账。好，这对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听听老师们的看法，进入丘比特问卷。小张先生，我今天说话会非常的小声谨慎。逗号，我知道你会一字不漏的记录在案。逗号，你迟早一天可能会来找我算账。句号。小陈，男朋友这么做，你有心理阴影？有，我就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会被他就是记录在案一样，好像我也就是说，你每次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考虑他是怎么记的。对。他除了记账，跟你算不算账？算啊。某年某月，你做了一件丑事。对，他就做了不当的事情，1年以后他拿出来。对，他就是这样的。哇，兄弟，我真搞不明白，你花这么大的功夫去记这么一本东西，你自己会不会抑郁？而且你的记真的厉害，是日日月月年年，大事小事丑事错事奇事怪事好事家事情事，事事记录，你比档案馆还档案馆哎！而且关键问题，你刚才讲到，他父亲住院，你是他的男朋友，你去照顾一下，你也算账，算万一离开了以后自己吃不吃亏？这一本账真的是把女朋友的心算得冰凉冰凉的。人与人之间，哪怕陌生人有个困难去帮一下，搭一下手也都是应该的。你看我年纪不小了，我一个好朋友的哥哥心梗住院，但是他家里真的缺人手。我这个年纪，我不瞒你说，整整3个晚上陪夜。这个朋友之间帮个忙又怎么样？没错。所以你这个真的不是细心，你这是小心眼。而且我真的建议你这个小心眼可以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所以小姑娘，我也没有办法劝你，给你一个选择。如果你内心够强大，继续和这位朋友做朋友；如果说你内心承受不了，也怕精神崩溃，我建议你胜利大逃亡。好，我今年74了，按照虚岁来讲，75岁的年龄了。在我这75这个年岁里，还第一次见到你这么一个男人。你把他的所作所为都记录在案，人家给你买的手机，你能记在心里，你怎么不记在账上啊？你看他喝酒喝醉了，你给他记下来。我以为你是等他醒了之后，你帮助他，以后在这种场合不要喝醉喽，喝醉了形象不好看。你这样还可以，而不是你是这记变天账，有机会你找他算账，你给我丢脸，你有迹可查，太狠了！你这样的丈夫，谁敢跟你过日子？我也劝你姑娘一句，慎重考虑，跟他这种人没有太多的话说。他吉尼斯。要说这个写日记吧，有很多人有。我老婆曾经，我不写，但我老婆写啊。
我也承认记录是一个好的习惯。所有的文字记载呈现历史的过程当中，往往是非常珍贵的记忆。但是一般来说，文字性的档案记载要包含3个特性，就是真实性、完整性和公平性。但是很显然，他在记载这些文字的过程当中，完全不是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上来记载这些文字，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的利益为首要点来写下这些。所以你与其说它这是本日记或者是别的东西，其实我用2个字来形容可能更为贴切。它这一本东西叫什么？叫卷宗，隶属你所有的罪恶，你犯了什么什么毛病，我给你送了多少钱，你有多少钱没还，谁开会没迟到，导致到谁什么，所有的一切就是犯罪记录。我遇见过这样的人，我有一个朋友是做营销的，然后呢，他跟他的女朋友在一起，他就每一次东西他都会记上，然后每一次他女朋友要说分手，都得把这东西拿出来，包括给你买了个吹风机，我给你看了电影多少，全部都给我还回来。我倒不认为他是真的想分手，他对你肯定也有好的时候，也给你花钱，但是他为什么要写一本卷宗？那就是因为他一旦也在跟你的交往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处于劣势，这是说服你的条件。他要把你问得哑口无言。我们人的记忆往往是很奇怪的，你会发现我们经常记的东西永远是记住那些一起哭的人，一起哭的事儿，那些一起笑的人，一起笑的事儿，基本上很容易忘记。我们很刻意的想要忘记那些痛苦，往往忘记不了，不需要提醒就历历在目。所以特别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喜欢去记住痛苦的事儿。虽然你们里面的事不是所有每一件都不开心，但大部分是不开心的事儿。不管是你与他，你与同事，你与身边的人，当把这本日记本翻开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自己一个人把它翻开，还是会2个人坐在一块翻开，还是平时藏着，一旦吵架就拿出来翻开。所以我对他的这种判断就在于，他始终认为把这个卷宗成为自己手里的第一手资料，成为判断你、教育你、给你秋后算账的第一手资料。我认为这个男生虽然小气，虽然斤斤计较，虽然有这样的所谓的不良好的习惯，但其实我内心认为他对这样的一个判断是错误的，自己也是不明晰的。如果他愿意改掉这个习惯，我倒认为你可以原谅，因为把所有的痛苦都记录下来，这本身是一种心理的强大。好吧，我希望你能够考虑一下。再揣测一下，你会给什么人记变天账？说不过的，有点怕的，才会这样。你害怕他吗？啊？怕他什么？怕他离开你？但是呢，确实有点那个小心眼儿，所以就记这种账。说可怕，其实挺可怕的。这有一点，就是你们俩的互动模式和互动关系恐怕要改变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很好的跟你互动的时候，我只能靠这个东西，我会有力。姑娘自己去想啊，为什么她记这本账？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互动模式的问题了。你们去考虑吧。接下来让年轻人们自己有一些表达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刚才听了老师们他们说的那么多，其实我也明白自己可能有些错误吧，可能这原本是一个好的习惯，但是我可能没有把它变成一个好的习惯。我想慢慢的不仅是记录生活一些不好的事情，连好的一起也记录。然后对于你爸爸那件事情，我现在有点愧疚，然后到时候我找个时间一定要跟他赔礼道歉。这样的话你也说过无数回了，我就不知道还该不该继续相信你。你有时候做的一些事情的确让人挺寒心的，你知道吗？我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不知道你为什么就不知道珍惜。反正你也借这个机会自己好好想想吧。
交换箱子吧。谢谢两位，请回。一对大学里的恋人啊，因为男生喜欢记账，搞得情感越来越薄。来，请关门。在男生账本的背后，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年轻人有自私的那一个层面。其实还是挺希望这样的年轻人能克服一些东西，继续往前走的。但是说句实话，面对这样的男友或者女友的时候，你还真会后脊梁骨发麻。当然，他们自己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5、4、3、2、1。丝布集团中国面膜领导品牌天使之魅面膜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丝布集团中国面膜领导品牌天使之魅面膜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5、4、3、2、1，请开门。其实女生走恐怕是迟早的，大体没有哪个女人可以忍受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给别人记黑账的时候，同时也就给自己记了一本黑账。因此，宽容别人是对自己最好的